也没有像老动画那个样子，就是一个倒梯形。它其实做了一些，内收的那种很性感的感觉，就为什么看起来涩涩的呢？来吧，新玩具，今天我们来玩 NA 新出的这一款录音机套装，盒子外包装依旧透明，窗户直接可以看到内容物。纸品会有一份线稿说明书，正面是录音机的变形，背面这里是3个磁带的变形方式。不过盒子里边并没有带钢钳。配件有2对替换手型，金色的喇叭录音机的大枪，以及发条的2根金色小枪。盒子里是人形包装，带2盘磁带。身高方面在11公分左右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小磁带的变形啊。造型方面来说，这个就是一方块，并不是太像磁带的样子。首先把4肢从里边折出来，后边的小尾巴记得翘起来。犀牛这回的导弹是一体变形的，用这个双关节往下搓一下，就可以把它放在腿部来。然后脑袋整个的往出翻，翻到底以后啊，再往下压，压过来这里会伸出一块盖板，堵着后背的窟窿，把这一块折到底，犀牛脖子的这个角度就有了。而且头部这里是一个球形的关节，眼睛这里还有涂装的刻画。4肢的关节根部其实是球形，可以稍微的往开撇一点点，尾巴有可动。整体来看，其实这个犀牛的样子做的还不错吧，能把这个动物的背部曲线的这种感觉做出来啊。变形也很简单。接着来看发条的变形，脚丫子先旋转90度，把它扭到正面来。接着上方这里连接的3个卡槽，把它拆开，2个连接在胳膊，1个连接在身体，180度。双关节旋转正，再把脚后跟这里的扣子卸开，双关节拉下来，扭到正面去，翻过来，胳膊撸直，注意肩膀这里有一个关节，往上推一下，人就显得精神了。也是非常简单，这个小发条就变形完成了。别看它个儿小啊，身材比例方面我觉得做的还挺匀称的。可动性还很好，头雕这个地方是一个球形关节，肩膀这地方大部分也都是球关，可以来回的活动。腿部弯折，脚丫子左右接地都有一定的幅度。最关键的这么点的一个玩具，它还有旋转腰部，以及略微的弯腰关节。毕竟从后背看，2个球形关节稍微的还是有一点余量往前折叠的。所以整体来说，单看磁带发条是要比之前声波带的轰隆隆要高级一点点的。不过唯一一点，小腿肚子内侧这里有偷胶，明显就是为了注塑的时候啊，这一块为了避免缩胶掏进去的。不过发条的身高也只有4公分，看起来不会特别的明显。可以看到 NA 在做涂装方面细节的部分点缀的还都是很还原的，全身红色也都是上了漆的，会有一种亮闪闪的效果。美型方面也是按照现在的美型风格进行了一些修正，不会是像老机动画那种方方憨憨的样子。最关键的，这个高叉的丁字裤，这个造型首先有还原出来，其次呢，也没有像老动画那个样子，就是一个倒梯形。它其实做了一些，内收的那种很性感的感觉，就为什么看起来涩涩的呢？背后这一块是非常整洁的，干干净净、平平整整的一个背包。颜色方面也是照着记忆动画的那种感觉去调配出来的，而且从侧面看，后背这里也是平整的一块。腿部这里其实它有意想做成喇叭裤的感觉，可以看到上窄下宽，但是腿肚子并没有做圆弧的过渡，毕竟这一块是要涉及到变形时候的一个翻版，所以会暴露这2个扣子。来看细节，头雕我觉得有做美化，其实录音机没有这么帅啊，但现在看起来呢，样子其实比动画片里边的美型要稍微的高一点。头部有一个开口的球碗，可以把头抬到这么高，360度的旋转没有问题。肩膀平举90度多一些，360度的旋转，这里全部都是轴。2头肌360度旋转，胳膊肘2段的曲臂，幅度也非常大。手腕360度旋转，这里可以拔下来，
和造型手进行替换。同时，这个洞里边还可以安插录音机的金色大喇叭，就可以摆出来动画片里面登场过的音波攻击。胸口的舱盖抠着下面的开关打开，里边的空间吧，其实也就够容纳一盘磁带进去。腰部360度旋转，弯腰独立的关节可以弯折到90度，不过后边这里就脱肉了。胯部前踢90，后踢45，它是坐在了丁字裤边缘的这个转轴上，所以不会干涉到侧踢90度变形的需要。大腿根左右360度旋转，膝盖这里是双段的关节，加起来可以折到135。脚踝整脚的左右接地，并且变形的需要，前脚掌这个地方还可以进行一点点微调。所以这款录音机的人形做的是相当漂亮的，360度来看的话，不会有任何的头胶空洞，遮盖的严严实实，特别的好看。再加上身上这种亮亮的漆面效果和很还原的这些涂装元素，人形可以说已经非常非常棒了啊！而且它的伪装形态做的其实比人形还棒啊！我们来开始变形吧。首先第一步，把小拳头打开盖板，180度收纳进去，注意边缘卡槽的地方对上，扣严实了。接着把小臂向后掰开中间的插扣，从二头肌的位置外翻90度贴上来。接着肩膀头子下方这里有一个滑槽往下拉，其实跟发条那个意思一样，拖一下溜肩，对比一下两个肩膀的高低程度。两条胳膊先变好，翻到后背来，我们把腰弯下去，后边的这一片三角裤，看这个边缘搭在外侧啊，我们把它抠开。中间这里其实是有一个卡扣支撑的，把这个扣子翻折进去，再把这个丁字裤往回贴，这回的卡槽贴在了上方的这一段里边。哎，为什么这么设计呢？我想了一下啊，可能就是为了这个裆部饱满鼓起来的感觉。现在看起来吧是扁扁的，如果屁股夹往后撑开一点点，后背这里的过渡就更圆润了，而且屁股会撅起来很丰满。但不好的就是再撅起来，中间这里还是会有贯通光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一步其实变形幅度这么小的话，这一块意义不算太大，没有必要浪费太多的零件在这个上边的。然后来看腿部前方，在大腿根这里有一块小的零件翻板，我们把它旋转180度，让灰色的面露出来。也就是说，在动画片里边的一个作画 bug， 这个红色在腿型的时候它是比较宽的，但是在录音机形态下是要缩窄一点点的。哇，这个地方都想到了。大腿上边这里翻起来一个卡扣，最后是要和面板进行连接固定的地方。然后来看小腿，先把脚踝的关节旋转90度，上边的这一根提手往下拉，然后拆开侧面这里内部的一个卡扣，往后旋转90度，再往开翻90度。哎，这个时候再把红色的位置两段翻折抠起来，侧面的这一片拉开，里边的这一片再拉开。所以啊，等于是这一块红色的面板完全叠吧藏到了腿肚子里边。这种在腿肚子里边藏其他颜色板件的做法，也确实是为了还原记忆动画里边的那些 bug 元素，所谓的质量转换，还有在身上那些作画的颜色突然之间变成其他的那种感觉。但不得不说，这个也算是一个叠纸箱子的片包了，但这个藏的还是挺极限的。脚踝下面带有两个红色圆豆的面板，我们往里折叠，翻到腿内侧，插进去90度，贴平。好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胯部旋转90度拉过来，然后往上包。在包的过程中呢，后边的这一片就可以往过贴合。注意看下方这里啊，有一个卡槽连接插住胯部。前方这里再往下翻折这块红色的面板，刚才我们大腿上边翻起来的这个扣子就又可以跟这里结合。到后边来，腿肚子那块打开，翻折放下来。这就是说，为什么它这一块的腿肚子
没有做成圆弧形，而是做了一个盖板的斜切翻折，就是为了在录音机形态下这一块会更方更平整。两边腿部都变形完成，我们打开后背的这一块面板，下方的插扣结合，再打开背后的这一块小面板，把脑袋藏到胸腔里面去。上边的这个手握的握把根部这里有一个双关节，记得往前错一下，然后中间根据这个咬钩结合固定。脚丫子旋转90度摊平，再把脚尖儿放下来。可以看到身上的涂装细节元素都还原得很到位，而且包裹的完整度是很好的。尤其从正面这里看，从腿肚子里翻出来的2条红色盖板，刚刚好填补了中间空缺的部分，也让在人形状态下的手臂变得不是那么方方块块的，折叠的关节以及手臂的曲度也够，整个的后背平平整整，没有暴露任何的空洞，甚至连背后这2条深红色的涂装都给你还原了出来。所以为啥说这回录音机的伪装形态比人形做的还棒呢？每一个面包括这些纹理的刻画都非常的不错质感很高级，涂了漆以后确实光亮亮的，非常的好看。上边这里也没有暴露太多的地方，尤其后背平平整整的盖板还原了纹路的细节和涂装。想一想他们之前出的声波，再看看现在的录音机，果然时代在发展设计永远下一款才是最好的。其实我觉得现在声波应该重置一下，照着录音机的这个水准。而且 NA 的录音机和声波其实身高都不是很大了，之前的声波好像小了一点点。唯一可能暴露的就是从下边看的时候，这里会溜着2个缝隙，就这一点点的空洞，其他方面做的相当的不错。这个时候我们再放入磁带。那么总结一下吧。NA 这款录音机做工、涂装、用料、材质、模具的精度水准都是非常高的。这一次的录音机优势在于人形和伪装形态2个几乎可以说能达到95%以上了，非常棒的还原度，包括它的包裹完整程度也是特别高的。磁带也比之前的声波磁带有了大幅度的提升，所以这个录音机套装我觉得也是 NA 里边非常精彩的作品了。唯一可惜就是为了保证伪装形态下侧面看这里方方正正的一块，而导致了腿部的这块板子翻折上去并没有很明显的圆弧过渡，变成了那种错落的阶梯状，是这款录音机我觉得唯一能扣分的点。其次就是人形屁股后边这里那个屁股带的装甲，我个人感觉来说可有可无，增加了没必要的成本不说，你变完了形以后背后有一个贯通光，多多少少会让人有一点不爽。但现在的问题就是，如果你不变这一块板子，你的腰上边左右有一个贯通光，如果你变了这块板子，屁股带上边有一个贯通光，这个也是挺纠结的一个点吧。所以以上2个方面也是我能在这种吹毛求疵的状态下挑出来的2个点，其他方面我感觉这款录音机几乎堪称完美了。那么各位觉得 NA 这款录音机设计的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看法。那么这一期我们就玩到这儿吧。